當你還躺在床上睡不着覺時，不妨刷上一集解壓助眠的《荒野劍宗》，它是深夜失眠者的福音。看完保證你能美美的進入夢鄉。趕緊拿好你電量65%左右的手機，並找個最舒服的姿勢躺好，一起來開啟今天的睡眠時刻吧。春天的挪威森林綠意盎然，溪水潺潺流淌，仿佛大自然在耳邊輕聲吟唱。喜歡露營的阿斯比约恩·奧爾森伯格再一次踏入這片熟悉又神秘的土地。一棵倒下卻又不完全倒下的千年古樹映入眼簾，粗壯的樹幹呈現出完美的斜度。經過檢查，發現其相當穩固，伯格當即決定在此安家落戶。他掏出暗影戰斧，先砍去樹幹上多餘的枝桠，清理乾淨之後，就得到了一片平坦開闊的空地。由於森林裡有許多倒下的樹軒，他決定收集起來，在大樹下搭建一座結實可靠的木屋。為了確保足夠的安全，伯格先在樹幹下支棱起一根立柱做支撐，這樣大樹就沒有垮塌的風險。由於他收集的一些原木過於粗壯，在搬運的時候會異常艱辛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他找來2根較為細長的樹幹，通過木銷拼接起來，制作出一個人字形支架，然後拿來繩索將粗重的原木一端繫緊，再通過拉力與支架的巧妙配合，將原木緩緩拖拽至樹幹下方。整個過程看似簡單，卻充滿了力量與智慧的結合。很快他就收集到了足夠多的木材。由於樹幹表面都是褐色的氧化层，为了使搭建的木屋更加美觀，還需要拿來刮刀對原木進行細緻的美白服務。隨着原木被一根根刮去粗糙的外皮，露出潔白如玉的木質本色，終於可以開始木屋的搭建工作。他找來石塊分布在四周作為地基的支撐點。為了確保地基的穩固，首先在原木上鑿出相應的凹槽。如此一來，就能牢牢地壘砌在基石之上而不輕易滑落。在繼續往上搭建的過程中，還需要分別在每根原木的2端精準地削出榫頭，才能使搭建的牆體四平八穩。這麼好的手藝，肯定能找個好工作。找工作交給58同城就成，效率超高，還能租房賣房找生活服務。不僅如此，伯格還在相交處進行打孔，並插入木釘固定，確保整體結構沒有一點鬆動的可能。雖然這個步驟相當的耗時費力，但伯格堅信慢工出細活的道理。在搭建的過程中，不但要往牆體之間墊上苔蘚，用來增強保暖性和密閉性，還需要提前預留門框和窗框的位置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木屋的框架逐漸成型，宛如一件精雕細琢的藝術品。倒下的大樹作為天然的屋頂，因此在搭建山牆時只需切割出合適的形狀，便可嚴絲合縫地與樹幹貼合。为了在搭建屋頂時更加的方便，伯格找來幾根筆直的樹幹，手搓了一把木梯，而後就可以非常輕鬆爬到上面，開始構建屋頂的框架。有了足夠牢固的框架做支撐，就可以拿來原木整齊地鋪設上去。另外一面的屋頂也是如法炮製。完事之後，再將多餘的部分給咔嚓掉，現在屋頂看起來就變得整齊劃一。為了防止雨水滲透，他先在上面覆蓋上一層塑料膜，為了使木屋能與周邊環境融為一體，還要給屋頂進行偽裝。他拎着鏟子走進叢林之中，這裡的苔蘚隨處可見，厚實而鮮綠，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鋪設的絨毯，輕輕一擼便得到了一大卷。伯格將其小心翼翼地鋪在屋頂之上。現在整個木屋看起來就與周圍的森林渾然一體。隨着屋頂的完成，伯格繼續拿來木樁密封底座的縫隙，畢竟住在野外，安全與舒適同樣重要。山裡的天氣就像個愛哭的孩子，動不動就要給你來上2下子。一場小雨稀里嘩啦的就開始了。伯格趕緊把行囊轉移到室內，而後套上雨衣，坐在門前，靜靜地聽着雨滴打在樹葉上的聲音。雨絲細細密密地灑落，天地間仿佛被一層輕紗籠罩。隨着雨水漸漸停歇，空氣中彌漫着泥土與樹葉混合的清新氣息。此時天色也逐漸暗淡下來，伯格趕忙拿來木樁先搭建出門框。
而後利用木銷將原木拼接起来，制作出一個簡陋但結實的門板，再通過荷葉給固定在門框上，就這安全感妥妥的5顆星。最後再用塑料膜對窗戶進行密封，這個木屋就基本搭建完成了。趁着天還沒完全黑下來，伯格繼續拿來原木2頭削尖之後嵌入牆體，制作出一張簡易的木床。夜幕緩緩降臨，木屋內透出微弱的光線。伯格喝了一杯熱咖啡之後，忙碌且充實的一天就這樣悄然落幕。